今天是伊朗旅行的第2天，昨天要去的那个叫萨德阿巴德的皇宫没去了，于是我们今天再去碰碰运气，可别再被拦在路上。我们在白宫，出自中国艺术家的双面绣，国王一家子的一日三餐都能在这大餐厅解决。上面的部分都碎成渣渣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萨德阿巴德王宫，这里是巴列维王朝的避暑山庄。老巴列维国王的晚年就是在这里生活的，巴列维2世的办公地也是在这儿，接见外国的使臣呀、政要人员，所以这里收藏着各国送给他的礼物，当然其中也包括中国的东西。我们准备进去了，现在大家都堆在门口。这里一共有14个宫殿，每一个宫殿都要单独花钱买门票。我们就是以最主要的1、2个宫殿看看，其实其他的都是各类的博物馆，比如说收藏着国王服装的博物馆、餐具的博物馆、皇室的厨房、炊具、锅碗瓢盆博物馆。所以我们作为外国人，其实就是看它最主要的那个宫殿就足以了。其他那些宫殿，你要是有兴趣，可以买票进去。和昨天的布列斯坦宫有点像，这儿的门口买票是只能刷卡才能买，所以你在这儿需要找工作人员，告诉工作人员你想参观哪个宫，工作人员帮你选，它有自助的购票机，选好了之后，工作人员帮你刷卡，然后多少钱你把现金再给工作人员就可以了。我的身后就是大门啦，在这不起眼的大门旁边就是宫殿群的地图，众多建筑画得各有特色。我们没有从刚才我拍到的大门那儿进，从这个方向走离白宫比较方便，我们是从顺大门下来的这个坡道再往下走，哎呀，倒着走好快。然后从旁边的这个门，我们从这边进去，两边有很高的梧桐树，山上果然比较凉快。这边就已经可以看到这儿有漂亮的花园。萨德阿巴德王宫的建筑群非常大，在里边甚至需要摆渡车，但是摆渡车收不收费我目前不知道，一会儿看到有没有车站看一眼。这里边还有大量的鸟呀，这声还挺好听。这边是枫树，门口是梧桐。我们在白宫，这是在伊朗的萨德阿巴德宫殿群里的白宫，因为它是白色的，所以叫白宫。它正式的名称是国家宫殿博物馆。宫门口有一个巨大的腿儿的雕像，现在被称为国王的腿儿。它原来是一个巨大的整身的人像，主人就是巴列维1世。但是呢，因为在伊斯兰革命的时候，哎呀，把它这个给砸了，上面的部分都碎成渣渣了，只剩下这双腿还保留的比较完整。于是就这双腿就立在了这儿。在白宫正对面有一个巨大的传说中的英雄的雕像，叫阿拉什。在伊朗和图兰2国战争的时候，当时2国设定弓箭射到的位置就是他们国土的位置，于是这个英雄一箭射了非常非常远，据说是以生命为代价催动箭矢飞行数天，钉入了阿姆河对岸的核桃树上，将这数百英里的土地划入了伊朗的领土中。白宫曾经叫国王宫，共有54个部门为国王与王后服务，不仅有各种会客厅、餐厅、音乐厅，还有厨房、浴室、更衣室、美发沙龙等等，更是有10个大型礼堂。白宫也就是整个宫殿群中最大的宫。这是国王的办公室，墙上挂着的是西班牙著名画家的作品，地面的伊朗手工地毯有74平米。1楼的餐厅不大，也可以作为会议室。这间是等候室，房间里铺着的是一块96平米的伊朗手工地毯，里面的木质家具来自法国、奥地利和瑞士。在楼的角落的是1960年代的防火系统。我们沿着箭头走向2楼。它楼梯的台阶非常高，爬台阶可累了。看一下窗外的花园。2楼作为卧室等起居场所，是当年请法国设计师按照王后的品味进行设计。这些吊灯都是施华洛世奇的。走廊左手边呢是王后的休息室，墙上挂着王后法拉赫的照片，中间有美容仪，房间一侧还有梳妆台。旁边的大型主门厅也同样有着法国贵族装饰风格。这个办公大厅有漂亮的波斯地毯，还有水晶吊灯。顶部有4张伊朗传说故事的巨幅绘画，房顶上还有极为精美的雕花。
国王一家子的一日三餐都能在这220平米的大餐厅解决，早餐、午餐、晚餐都会使用不同的桌子，餐具都是各国送的，地上铺着伊朗最大的地毯，有145平米。1977年，国王在这间会客室会见了美国总统吉米·卡特，两旁的花瓶上画着的是拿破仑。这间家庭会客室有2幅出自中国艺术家的双面绣，中国送的青花瓷，法国进口的窗帘。国王的休息室与大厅那边王后的休息室遥相呼应，房间里用的都是美国造的真丝纺织品。大厅里还能看到公元7世纪的伊朗陶器和油漆画。1楼出口旁边的展柜中有很多精美的象牙雕刻，这些都是中国赠送的。我们从白宫出来，然后现在准备绕着这个花园先简单的溜一下，因为这儿实在太大了，短时间之内肯定溜不完。那边大量的灰乌鸦，哎呀，萨德阿巴德王宫有巨大的花园，我们现在沿着花园的小径溜一溜。这边能看到绿树丛中有一个小的餐厅，在餐厅门口有一对石狮子，这结合了中国风格的设计，格外的有喜感。我们来到了他们的主干道，据说这里的摆渡车是要钱的，而且是分散性网点，不是所有的点它都到，每辆车可能是到不同的位置。王宫的空气非常的新鲜，完全没有任何的汽油味什么的。这里真的是像德黑兰或者说伊朗的天上一样，也可以理解为王宫这里是天龙人的地盘。宫殿群里边的博物馆非常的多，各种各样，很细致。为数不多的免费景点厕所。我们的前进方向跟一般人不一样。我身后的这个是这个宫殿的正门，我们相当于是从后门进来，然后最后从正门出去。在我们的身后，也就是大门的旁边，有一队人，像是穿着制服。这些士兵是伊朗国民卫队，就是民兵组织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一路跟我们打招呼。我们要离开萨德阿巴德王宫了。大门外边有一些疯狂的学生，就是跟刚才的国民卫队走过来有关系。看起来还挺热闹的，看看能不能拍到他们。我是觉得叽叽喳喳。有点像做明星的感觉。我们就在学生们的注视下离开了这座末代皇帝的住所。太漂亮了，就被法国给撬走了。他们会把自己的硬币丢进去。我来告诉你们这个浴室里的秘密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可别错过我们接下来精彩的伊朗之旅。